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如何用 OBS Studio 嵌入远方视讯会议的这样直播。我们现在人在台北，比如说我在做一场直播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在高雄没办法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我们必须要用视讯会议 Line 啊、Skype 啦、FaceTime 等等的视讯会议软体，然后呢嵌入在这个 OBS 上面做三方的一个连线的直播。好，那我们今天的示范是使用这个 Skype， 这是 Skype 的界面。我们实例示范给你看。我们现在飞到高雄去，这是高雄，我们用高雄打一通电话到台北去，打。好，我们现在做视讯会议。好，我们这边就接听了。接听视讯会议软体，比如说 Skype， 嵌入到这个电脑 OBS Studio 上面的这样的直播教学。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如何用电脑的这个 OBS Studio 嵌入这个视讯会议软体，比如说像 Skype、Zoom， 还有这个什么 FaceTime 这一方面的视讯会议软体的这样的这个直播的这个教学哦。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录影现场是在这个台北。那你要再做一场直播，这场直播你可能会将第三方的人，比如说人在高雄的人，然后呢把它嵌入到你这个 OBS 直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教学。好，那首先你要准备一些设备会比较好。第一个你要准备一台电脑，个人建议是准备一台 Windows 10 Intel CPU 的这个电竞级的笔电的那个笔记电脑，这样子你的电脑的效能会比较好。好，第二件事情就是，请你准备一个这个外接的萤幕，这是一个外接的萤幕，将这外接萤幕的 HDMI 连接到这 notebook 这边，让这台萤幕成为这台 notebook 的外接萤幕。什么叫外接萤幕？就是有延伸萤幕的意思啊，就是 notebook 产生 A 萤幕，这个萤幕产生 B 萤幕，可以做延伸。通常你在做这个在办公室使用的时候，会常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就对了。至于你要怎么变成外接萤幕，这个我就不会讲，因为这是非常基本的这个的设定就对了。好，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请你准备我公司的这一张飞鹏169的 HDMI 的这个直播截取卡，因为我们这一次要用的是外置摄影机，当做视讯会议，当做是直播的视讯来源，然后当然透过这个截取卡，然后进入到电脑。好，然后再来呢，请你准备一台指向这个麦克风，不一定是指向，这个麦克风是属于这个180度的，就是这个平面的。这边都是收得到了，后面就收不到了。请你准备这个比较好一点的那个麦克风，大概是2000块以内应该买得到。好，最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看看我们的电脑的后面这边有一个网路线，这边有个有线网路，请你准备一个有线网路，这个有线网路这非常重要。在做一个稳定的直播，请你使用有线网路。好，接下来我就是要跟大家介绍说这些要怎么做的。连线及 OBS 的设定的这样的教学，如何用 OBS Studio 这个软体，然后呢嵌入这个视讯会议的软体，然后呢在这上面做一个直播的教学。比如说啊，我现在人在台北，然后呢我要做一场直播，然后这场直播里面有一个人他是在外地，比如说在高雄，我要透过 Line 啊或者透过 Skype 跟他沟通，然后让那个视讯画面能够嵌入到你的直播的内容之中。好，我们现在要做这样的直播的教学。在做直播教学之前，请你先准备几样东西。第一个要路由器，这个路由器啊，请你用有线网路来接你这个电脑后面的这个有线网路的洞，请你一定要用有线网路。好，另外呢，请你准备第二个就是一个这个延伸萤幕，好，就是这个延伸萤幕，然后呢连接到这个你的笔电上面 ，OK， 它就是一个延伸萤幕啦。你看一下，你看我滑鼠可以移过来，
然后它缩小，它就是一个延伸萤幕这样子。好，这样子可以放大。等一下，我这延伸萤幕我就要放 Skype 的画面就对了，就是视讯会议 Skype 或者是 Zoom 的全萤幕就对了。好，那再来呢，请你准备一支麦克风，这一支 USB 的麦克风。这支 USB 的麦克风它是这个方向的，这个方向180度这个方向朝向我这个方向，也就是说它后面这边的声音是收不到的。如果你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直播，收音要好，请你准备一支好一点的麦克风，比如说指向麦克风，或者叫做这个名字突然忘掉，反正就是它的范围频率响应就是这个范围，朝我的范围，后面就没有收到声音了，请把它接起来。好，还有什么呢？哦，另外啊，你做直播还要一支摄影机嘛？那我现在准备的是一支 Panasonic 的摄影机，然后我把它的 HDMI 给它拉出来。好，那我还是要用截取卡方式来做直播，请你准备这一支是飞鹏169的 HDMI 截取卡。你跟我买这支截取卡，我会教你这样的直播的设定教学。我们公司是盈利的单位，我不会跟你讲，就是你要找我问我说这个设定怎么设定啊，什么什么，我不会教你啦。你要跟我买，我才会教你，这是很正当的事情。你跟我买东西，我负责教你到好。你不是我的客人，我干嘛教你？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嘛。好，就是你能接受的价钱你就买，不能接受那你就自己去网络上慢慢找，就这样子。好，来，我们把它接上去，接进来，然后把这一支摄影机的画面给接进来。好，接进来哦。所以我们等一下那支摄影机的画面会经过电脑进到我们的这个电脑就对了。OK， 好，我们现在经过一些电脑的设定，比如第一步，请你先到这边，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声音的地方，你用滑鼠右键打开这混音这个混音程式，然后这边有一个系统音效，这边有个播放，请你就把它关掉，留下来的是你笔记电脑，像我这个 Realtek Audio 就是笔记电脑的喇叭。这两个的话，就是这个是我外接那个麦克风，它本身除了麦克风之外，它也是有一个那个扬声器的功能。我把它关掉，都把它关掉，只留下你的原生的那个笔记电脑的这个喇叭。好，一定要就把这个这样子按，就是把它按成这个给关闭就可以了哈，这样子。OK， 这是第二步哦。我们还没有做直播，但是我们先做一些设定哦。另外呢，请你到你的滑鼠右键一下，这边有一个 NVIDIA 的控制键请你打开这个那个独立显卡这一边，这边有一个管理 3D 设定，这边有个高效能，这边请你用图形整合，这样子，图形整合，好，确认，好，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这边有个 OBS 嘛，请你滑鼠右键一下，这边有个内容。这边有个相容性，请你按 Windows 7这边 ，Windows 7啊，相容 Windows 7。好，那我们就打开 OBS 哦。打开 OBS 你就按滑鼠右键，整合图形开始。好，打开来。来，我们先试试看。我们现在要抓的是这个，我们现在要抓这一边的影像嘛。这边的影像叫什么？我们先试试看，看有没有问题。这个 OBS 有一个叫做截取这个显示装置，这边截取显示装置，就是显示器的画面会抓到，你就抓第二个，哦，有抓到了哈。第一个它没有抓到，第二个它有抓到，就抓到了，就是这个画面。好 ，OK， 这是第一个可以抓得到。好，那再来呢？我们要抓的是这个，我们这边场景这边设定一下，我们这边设定写成这个
这个重新命名一下，我们就写那个 video conference。好，然后呢，我在做的时候也要有声音啊，就是我要听得到我自己的讲话的声音，跟别人的声音也要听得到。好，这时候要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分两件事情，声音有两件事，一个是我自己讲话的声音，自己讲话的声音就是截取音效输入，你就打，就是抓我自己麦克风，这是自己麦克风的声音，你就去抓那一支外接麦克风。好，另外就是说，你还要收听到对方讲话的声音，听到别人的声音是从你的 notebook 喇叭放出来的嘛，所以叫做截取音效输出。好，就这样子，就去抓这个这样子。OK， 好，这时候来啦，这时候你的喇叭会，人家拨电话进来的时候会有从喇叭放出来嘛，所以喇叭的声音又会被我的麦克风给收到，所以这样不好，所以建议你要加一支那个耳麦，就是一只耳机麦克风，把它接进来，那它的声音从你的耳机去监听就对了，从你的耳机去监听，这样会比较好，像这样子，就由你耳机去监听。好，这样你的声音就会跑到你的，就是你的声音就会跑到你的这个耳麦上面去了。好，接下来我们再试试看咯。好，这是第二个场景。好，这个是你看哦，注意看一下哦，这个就是这个等一下视讯会就这么会出来嘛。然后呢，截取音效输出就是你对方讲话声音会从你的电脑喇叭发出来，电脑喇叭发出来的声音当作是你的音效来源，所以叫截取音效输出。还有一个叫做截取音效输入，就是你这支麦克风讲话的声音，就这么简单。好，这是第一个这个视讯会议。第二个我们就增加我们的那个前镜头的部分，就是前镜头部分你就加入截取视讯装置哦，去抓你的截取卡的影像，这支是飞鹏169截取卡，就这样子。好，抓 1080p， 好，就这样子哈，然后最高 ，OK， 然后你讲话也要有声音啊，就截取音效输入啊，这个输入刚才已经加入了，就是你的这个麦克风的声音，就是这一支麦克风，它的名字叫做 MIC， 我刚才设定过了。所以这样就可以做切换。好，那我们再加一个 mix， 就是混合在一起的，就是你的视讯会议跟你的那个人混在一起的。好，这个是截取视讯装置，我当垫底，然后呢再抓那个视讯装置截取，那个截取那个显示器截取，抓到这边。但是我等一下会冒出来的话，应该是不会那么大。我们等一下再去做修正。好，来，我们现在实际来玩玩看。这个是 Skype 的画面，然后呢，这个是那个前镜头的画面，透过这个截取卡进来的。然后这个是混合，我等一下会把它做裁切就对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玩玩看。OK， 我们先从我的手机。这是我的手机嘛，对不对？那我再从我的手机拨打我这一支的电话，来拨看。好，我们来试试看哦，就是拨视讯通话。好，你看这边拨打这边就会叫你要不要接，那我就滑鼠去接，用视讯。好。这时候你看，我们再跳回到这个视讯会议的画面，你看是不是就出来了？这是我嘛，对不对？看一下，你把它想成手机是那个来自于远方的那个视讯通话啊。这时候我先把声音关掉，不然到时候会有回音。好，这样子，我先暂时放在旁边。好，这样子。这时候你看到它画面是我要抓的是这一块嘛，所以你就按这个有一个叫滤镜，我们要抓这一块就好了，抓这一块哈，看到吗？所以我就这边有个叫做新增裁切，
裁剪裁接，这个左边我抓600，好，差不多了。然后右边也差不多是600，自己 try and error 啦，多一点，大概200。好，可以了。好，这时候你的画面就是长这样子，这样子。好，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回到这边，回到混合这边，你看了，这时候画面这变成子母画面，好，这是子母画面，这个画面是来自于它。OK， 我用前镜头给你看，怕你会乱掉。看了，我现在用前镜头，才不会乱掉。好，我用前镜头，所以你看哦，这是远端的手机，然后这是你想着在高雄了，这是高雄的手机，然后这在台北的现场，然后呢把这画面嵌入进来了，这时候就嵌入进来了，好，这样子。嗨，那你看我这边还少做一件事情，就是还要截取音效输出，不然的话没有声音哦。好，这样子截取音效输出，我们再 review 一遍。这是第一个是单纯的是视讯，是远端的视讯会议的画面。然后呢，这是我自己讲话的，这两个要混音。这个 MIC 是我目前在台北现场录影直播现场的声音。这个截取音效输出是外地的，就是比如说高雄那边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声音，这 Skype 的声音，这两个要混音。好，这第一个。当然这主画面当然就没事啊，主画面就是不会有打电话进来的，所以就是只有我自己 MIC， 就是我自己这一支的声音。好，然后再来呢要混音嘛，要做那个堆叠嘛，这个一样要加。这个是截取音效输出，就是 Skype 发出来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个忘记加一个，还在加一个是截取音效输出是输入，这个是这支麦克风的声音。好，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嗨，你看没有问题吧？嗨，输出有声音，截取音效输出跟 MIC 都有声音，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直播了。这样子，所以你看这是你的主画面，然后你跟别人call进来之后，这个是远端的画面，这是远端的画面，这是远端的。然后呢，远端跟直播现场的堆叠，这是远端，这个是现场的画面的堆叠。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我们实际做直播给你看一下，做个那个脸书直播给你看一下。这边我们就到那个脸书去，这边有个粉专，我们做粉专的直播。这边有个按直播。然后这边有串流精要，就把精要给这个 RTMP 给 copy 下来，那到这边去贴上。串流这边选 FB， 然后这边精要把它贴上去，刚刚没有贴，再贴上去就好了。copy， 再把它贴上去，确认。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串流，输出音效。好，串流这边请你选这个 NVIDIA 264，然后这个1280，我选1280720，然后那个 bitrate 要选高一点。我有这边网络不好，我选3000就好。如果你网络好，你选5000都没关系。这个数字越高，画质越漂亮。然后再来就是1280720，好，大概就这样子，确认。我们再把整个layout再修一下，好，把layout再修一下，
layout 再修一下哈。这个是单独的 Skype 那一端，这个是高雄端的。好，高雄端这边 OK， 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看这个本地端跟 Mix 在一起的。好，我们就这样做直播，开始串流。好，直播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看这边。这样开始直播，那我们等一下用一个 iPad 来看实际的直播的结果。选粉砖，好，这开始直播了，我们看一下。实际直播结果，实际直播结果。好，当然我现在声音有一个是来自你听不出来啦，反正我声音都混在一起，一个是来自于高雄的声音，一直是来自于那个台北的声音，这样子，就这样做就可以了。切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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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